这个视频是松脑静坐练习的留言，来自小学堂同学 Little Study Candy。首先祝我新年快乐，谢谢，你也新年快乐。我有一个关于静坐的问题，我感觉我在静坐的时候，盘起来的双腿总是感觉没有办法放松，还有我的脊柱的部分也没有办法放松。我感觉脊柱和双腿如果放松，我好像就没有办法坐立。放松和坐立这个姿势之间的无法协调的问题，我想请问这样是可以的吗？其实我跟你说可以或者不可以也可以啊，但是这样直接给你一个答案，而且尤其是在你已经观察到了这个状态的时候，观察到了自己在静坐过程中这个现象的时候，马上你就已经有答案了，然后自己确定的答案会印象更加深刻，比我直接告诉你是或者不是更加的有印象，而且以后你不会再犯这个问题。可以去看静坐方法16这个视频，是我看一下打坐姿势拆解的那一条，你可以在里面找到确定的答案。第二个，还是说全身放松，一定要是全身的每个角落都要放松？是的，要全身放松，但是能够做到全身放松，全身整体的放松出现融化的这种感觉是5度的阶段，不是刚开始练习就是这个样子。每次我讲呢，我说啊，全身放松，全身静下来，这个好像就是很简单的几个字，虽然它是很简单，但是呢，我们的身心状态的变化是要有一个过程的。我们回想一下，过往的经历当中，我们的身体这种紧绷了多少年了？然后静坐又做了几分钟，静坐这几分钟里面又有几秒钟是可以做到放松的，是不是？你不可能说一坐下来啊，直接就完全做到从头到脚趾头我们都可以做到放松，这种情况有，但是很少。就像火车一样，不能说停马上停下来，它还有一段惯性要走，慢慢的减速，慢慢的停，然后慢慢的去熟练，就是开始练习，然后熟能生巧的过程。是要全身放松的，但是不是说一坐下来就做得到。而且当我们感觉到自己已经全身放松的时候，只要继续练习，还会发现哦，原来我还可以更松。就是去练习，去体验这个过程会告诉你答案。其次是我感觉我的脸部也容易紧张，而且往往是当我有意识的让脸部肌肉放松之后，隔一段时间我再注意到脸部的时候，发现它又紧张起来了。就是我觉得我的放松是没有办法持续，就是我觉得我的放松是没有办法有持续效果，我必须持续不断的吧，注意到再次紧张起来的肌肉，我才有可能再放松下来。请问这是正常的吗？请问我直接回答你正常或者不正常就好了吗？就可以了吗？这个问题的这种句式，其实我在指导中，它是一个很常见的句式。我这样子正常吗？什么叫正常啊？我们的正常是出于什么立场而发出的？已经观察到我让脸部放松之后呢，隔一段时间它又紧张起来了。其实已经描述了静坐过程中自己的这种波动，这种变化，发现了自己还是会紧绷的。但是我们只是用一个很草率的提问，这样正常吗？你已经观察到了你静坐的这么真实的、这么具体的状态的描述，它是你观察到的一种现象。这个什么东西正不正常这种啊，只要它真实发生的现象就是这样子的，它就叫正常。我们语境里面讲的这种正常，一般是把自己置于另外一种别人的比较标准里面啊，别人的样本来看这种情况正不正常。哪怕全世界啊，全球的人，只有你一个人静坐有这种情况，它也是叫正常，因为这是你自己观察到的，你自己总结出来，你真实观察到的现象，这个就叫正常。我们平时那种语境里面讲的正常，好像是在一大堆的数据里面，比如说1000个吧，990个都是一致的，但是剩下的呢，
有一些特别，我们这里叫做现象的不同，就不同现象叫做现象的多样性，不能说因为这种不同而我们再来给它反过去定义它是正常还是不正常，我们始终要摆清楚这个坐标。只要是我自己静坐了，我认真，我实际的，我如实的观察到了，我确实是这样子的，我的脸就是我注意的时候，我发现它是紧的，然后放松了。当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我再次发现它紧张起来，我又需要放松，同时我意识到我自己的这个放松是无法持续的。这就是一段很具体的关于自己在静坐中身体状态的变化的描述。因为我们刚开始练习有了这个放松的意识，过去是没有的，然后开始了静坐练习之后，发现原来我都还有那么多时间，其实是哪怕是我一坐下来放松了，但是我坐着坐着，我不知不觉好像又紧绷了，甚至于这个什么时候紧绷的时候，我都是不知道的，一定是不知道的。虽然这一段留言它还不是完全意义上按照我之前讲过的静坐日记的格式在记录，但是这里面的描述的过程确实是我实践了，然后我观察到的内容，只不过由于自己过去的这种心理习惯，可能也是一些思考的模式吧，会觉得会反过来会对自己真实发生的这种情况呢又产生疑问，又产生了怀疑。这也是心理习惯、心理惯性的一种表现，就是我们做着做着就开始关心这些问题了，开始关心那些问题了。其实自己讲的这一段呢，又有现在身心的状态，又有练习的方向，自己只需要继续静坐就好了。就是我觉得我的放松是没有办法持续效果，就是无法持续啊。这也是为什么说我们要自己做，只有自己静坐了之后才知道，有这么多细碎的细小的问题，你发现问题还不行啊？因为这篇留言整体更大的篇幅其实是自己发现了在静坐过程当中这些问题。那么它就像你讲一句话，然后逗号，接下来怎么做呢？接下来就是基础应对就好了。大方向我觉得问题不大，只是说对于松脑静坐的基础方法还不是很确定所以继续落实基础就好了。我不知道我这么回答你会不会满意，但是我觉得如果说就是站在我们自己角度，想要自己去好好训练的话，就是因为你已经发现了很多问题了，但是呢就差下一步基础应对就好了。所以自己发现问题，自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然后体验到这个问题迎刃而解的感觉之后，这一系列的问题你可能以后都会甚至都会少犯，甚至不犯然后自己会特别的印象深刻，自己已经踩过这个坑了，然后呢也不会再有这一系列的疑问，就是好好静坐就可以了。好啦，那个松脑静坐的方法在这个频道持续更新，关于松脑静坐的入门读物存在感也在这个频道完整分享了语音版，大家实践的话可以先入门，可以配套这些基本的信息去看。但是还是这样子你看了书也不一定会知道原来自己一做有那么多具体的问题出现，所以我们有一直提供静坐指导、公益指导和付费指导，选择自己喜欢的。